男人最抵抗不了什么样的女人呢？有人说，凡是恋爱老手的女人都没有一个善终的。其实我们需要学会用男人的思维去谈感情。这里有4点建议给到你们。首先，不要过于频繁地与对方分享琐碎的日常。你会发现，男人在与你相处时，通常表现得很热情，但离开后，他们可能会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事情上，不像你一样时刻的保持联系，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其次，在吵架时不用急于求和，有时候给彼此一些时间和空间去冷静下来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如果你能沉得住气，那么他可能会变得更加焦虑，从而更加的重视你。第三，处理大事时要坚决，而小事则可以放宽心态。男通常不会因为小事而争吵，所以当你发现他们愿意为你付出经济上的价值时，一些小事情就不要过于计较了。第四，保持自我。男人通常更关注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而不是单纯的对你好。你了解并且尊重这一点，不要总是为了迎合他而失去自我。最后，不要把爱情当作生活的全部。男人在热恋后可能会将精力放在工作、个人兴趣或者赚钱上，所以不要让爱情占据你生活的全部，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追求。总之，用男人的思维去谈恋爱，并不意味着失去自我或变得功利，反而它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男人，而使你与他建立更健康、更长久的关系。你学会了吗？记得在恋爱中保持真实与真诚，这样你才能获得真正幸福的爱情。女人一定要学会折磨男人，他才会更爱你。今天教你2招，这是我从上线咨询案例中总结出来的，都是干货记得收藏，将来一定用得到。第一点，你要学会折服男人，懂得说一个字儿不，学会跟他提条件、提要求。如果你一直以来都是逆来顺受，没有这种情绪上的互动，他就会越来越忽视你。为什么我们总说撒娇的女人最好命呢？因为她们总能够激起男人的征服欲。男人其实是听不得强硬的命令式的语气的。如果你把命令式的语气改为撒娇的、开玩笑的语气，不断的给他设置难度，同时又让他在付出的过程中得到一种满足。撒娇的本质其实就是把你自己变成小孩，让对方满足你的时候有一种价值的提升。第二点，你要学会磨男人。什么叫磨男人呢？就是让他提心吊胆的，让他害怕失去你。比方说，你告诉他我真的很需要你陪在我身边，然后当他给你发信息的时候，你又不理他，他就会纳闷你到底是需要我还是不需要我呢？一旦男人有了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你就把他的心抓在手里了。记住，男人就是风筝，表面上看是渴望自由的，但实际上呢，特别需要女人的掌控。还不知道怎么做的话，过来找白老师聊一聊。我是百成钢，关注我，做一个幸福的人。家还在，爱全无。这是你想了很久却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吗？我竟然有了连孩子都不想要也要逃离家的念头，宁愿一个人在外上班，再苦再累都不愿意待在这个没有爱的家。说实话，结婚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会把婚姻过成这样，无爱无话，甚至无钱，除了拿命换来的孩子，什么都没有了。家还在，爱全无。我是百成钢，关注我，做一个幸福的人。老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性提离婚呢？我不知道，当离婚率越来越高，孩子越生越少，为什么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思呢？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813万对新人，离婚登记373万对夫妻，每天有超过1万对的夫妻离婚，而结婚的人数还在连年下降，离婚的人数年年上升。这2年全国的离婚事件中有 73.4% 是女性提出来的。离婚的原因不是出轨，不是家暴，也不是钱，而是生活琐事。而没离婚的夫妻中还有很多是丧偶式的婚姻，无爱式的婚姻。现在你还觉得婚姻幸福的人占大多数吗？有一些人会把婚姻的不幸归结于女方找男人的眼光不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意味着中国有1大半的男人都是不及格的。人之初性本善，难道因为男人人品不好吗？当然不是。
婚姻中的好男人指的是这个男人在婚姻当中能够尽到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包含了他能够做好父亲的角色。有一句话叫做女子本弱，为母则强。女人一旦做了母亲，坚强、隐忍、上进、坚持，这些特质就会展现出来。母爱是伟大的，可我们却忘却了她们也需要理解和关怀。她们不是天生就会做妈妈的，她们曾经也是爸妈怀里的小公主，也是没心没肺的傻白甜。她们表面坚强，而内心非常脆弱。当妻子抱怨了，男人就觉得妻子变了。是她变了，她不仅仅再是你的妻子，她还是你孩子的母亲。如今的女性越来越独立，她们觉得在婚姻中没有依靠，所以才选择离婚。因为一个人也可以养孩子，这才是真正的原因。所以如果你愿意发自内心的对妻子说一声，老婆辛苦了，我爱你，把打游戏的时间用来带孩子做家务，相信你的妻子也会给予你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她也愿意和你一起打拼，这才是家的意义。婚姻平平淡淡才是真，但平淡不代表怠慢，建立在真正层面上的相互理解，只有这样，支离破碎的家庭才会越来越少。我是百成钢，关注我，做一个幸福的人。什么样的女人会让男人永远有新鲜感呢？90%的女人都不懂。这是我从上千位来访者案例中总结出来的3个感情原则。只要你守住了，就会对男人有持续的吸引力。守不住的话，你付出再多，男人也不会珍惜你。尤其是最后一条，点赞收藏，反复学习。原则1，永远别在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爱上一个男人。男人对你来说只能是锦上添花，不能是雪中送炭。你优秀的时候，他的爱是爱；你差劲的时候，他的爱就是施舍。可能有些女人会说，我什么都有了，就不需要男人了。其实不是你经济独立了就不需要男人了，而是当你经济独立后，就可以考虑男人了。女人呢，是离不开男人的，而男人也同样离不开女人。原则2，对男人的抓力来源于你的智慧，而不是你有多爱他。说白了，爱情就那么几秒钟，剩下的基本上就是博弈，也就是学会相处。你对他有价值，他自然而然把你捧在手心里。你若毫无价值，甚至还成为他累赘的时候，不要妄想付出多少爱，他就会回报你多少爱。反而付出越多，你在他的眼里就会越廉价。原则3，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女人这一辈子呢，想要过得通透，首先要降低对男人的关注，增加对自我的提升。说句实话，当你自己优秀时，别说男人喜欢你了，连女人都会喜欢你。别再找什么灵魂伴侣，找到最后你会发现，最后的灵魂伴侣其实就是你自己。爱上自己才是通往幸福的必经之路。我是百成钢，关注我，做一个幸福的人。老师，什么样的女人感情生活会越过越糟糕呢？不长记性的。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教你们如何去扭转这个局势。点赞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首先，戒掉你的刀子嘴豆腐心。能够在生活上游刃有余的女人她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嘴巴上永远说着好听的话，心里面永远很清醒，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很多女人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永远在刀子嘴豆腐心。比如说，你看老公最近工作挺累的，就去菜市场买了他好多喜欢吃的食材，准备帮他做一顿大餐犒劳犒劳。但一回家发现他把袜子丢在茶几上，翘着二郎腿，躺在沙发上打游戏。然后你就开始骂他，为什么又把袜子乱扔？一回家就知道打游戏，你还能干点别的吗？那完了，你想给他做顿饭的心意，他完全感受不到，他只会记得你骂他这件事儿。这就叫做干了活还不讨好。聪明的女人都是动嘴不动手的。你可以这样跟老公说，我今天本来想给你做一顿大餐结果看你一直在打游戏，还把家弄得这么乱，搞得我一点心情都没有了。你看，即使你啥都没做，在他心里不但认为你啥都做了，还会心生愧疚。好好感受一下语言的魔力吧。说到这，很多女人肯定会想，这不公平明明是男人不对，凭什么让我们学这学那，学着怎么讨好男人你要明白一个事实，
谁受不了现状谁改变，谁改变谁受益。好好领悟这句话吧。我是百成刚，关注我，做一个幸福的人。